大家好，我是自创起点的 Kevin 老师。本次课呢是玩转 LED 灯主题系列课程的第二课，电路基础 ABC 的下集。在上集里呢，我们已经学习认识了电压、电阻、电流及万用表的测量。本次课呢，我们将会进一步学习欧姆定律，理解电压、电阻、电流三者之间的关系，学习功率，并理解掌握调节 LED 灯明暗的实践方法，学习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及其搭建。学习完电压、电阻和电流，现在老师要问，在电路中它们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我们通过一张图片可以形象生动地理解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电流呢，就是那个要装过去的人，而电阻呢，就是那个拉绳子的人，电压呢，就是那个在后面进行踢推的人。从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理解，拉绳子的力量越大，就意味着电阻越大，绳套里的人呢就越难过去，也就意味着电流就越小。后面踢推的人力量越大，就意味着电压越大，中间的人呢就越容易过去，也就意味着电流越大。欧姆定律的公式呢，就准确地描述了电压、电阻和电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电流呢等于电压除以电阻。从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电路中 LED 灯的明暗程度似乎跟电压、电阻、电流都有关。准确来说， LED 灯明暗的程度跟单位时间内能量消耗直接有关，其实也就跟功率直接相关。功率越大， LED 灯就越亮，反之则越暗。我们来看看功率的计算公式。功率呢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如果代入欧姆定律后，就变成了功率呢就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 R。 从这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功率的大小跟电压和电阻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让 LED 灯变得更亮，也就是 P 功率要变大，有两个方法。第一，电压让它变大，也就加多电池。第二，电阻 R 变小，更换更小的限流电阻。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本次课的第4个练习任务，调节 LED 灯的明暗。我们用到的呢，仍然是第一课电池点亮 LED 灯的基本电路，也就是一个 LED 灯和一个限流电阻串接而成的串联电路。所需要的元器件呢，在基本电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增加了一个10K 欧姆的电阻，一根红色的公对公的多环跳线。任务主要有两个：一，在电压不变的前提下，我们更换不同的电阻，观察 LED 灯明暗的变化；二，在电阻不变的前提下，改变电压，来观察 LED 灯明暗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课中用到的最基本的 LED 灯和220欧姆限流电阻串接成的一个串联电路。第一个任务的要求，我们在电压不变的前提下，变更限流电阻，观察 LED 灯明暗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就在面包板上再插入一个10000欧姆的限流电阻，其中的一个端角呢，和我们 LED 灯的负极的端角相连通，另外一个端角呢，不和任何元器件的端角相连通。我们合上电池的开关，这时候与 LED 灯串接的是220欧姆的限流电阻。现在我们把电源轨黑色负极跳线连接电阻的那一端从面包板上拔出，把它插入到与10000欧姆限流电阻另外一个端角相连通的位置。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LED 灯明显变暗了，因为这个时候与 LED 灯串接的是10000欧姆的限流电阻。我们把黑色跳线拔出，又换回到之前的与220欧姆限流电阻串接的位置，我们就会发现 LED 灯又变亮了。
这个练习的结果就充分的验证了在欧姆定律中，电压不变的前提下，电流和电阻是成反比关系的。第二个任务的要求，线流电阻不变的前提下，变更接入电路中的电池数量，观察 LED 灯明暗的变化。我们用到的仍然是第一课中用到的基本的串联电路。现在我们将电池的红色电源线从面包板上拔出，用一根红色的镀钋跳线，一端插入到电源轨的正极，另一端接触到电池组的不同的位置，造成实际工作电池数量的变化。这个练习的结果就充分的验证了欧姆定律中，在电阻不变的前提下，电流和电压是成正比的关系。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学习基本电路中的一种串联电路，它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全部的元器件呢串接成一个闭合电路；第二，电路中呢只设一个开关呢就能控制电路，通就全通了，断就全断了；第三，电路所有的元器件流过的电流大小完全相同。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本次课的第5个练习任务：串联电路点亮2盏 LED 灯。本次练习呢，搭建的串联电路有2个要点：一，首先我们照着电路图来进行搭建，将2盏 LED 灯和线流电阻串接起来，形成串联电路。二，由于 LED 灯本身有一定的电阻值，2盏 LED 灯串联后的电路总阻值不小，所以线流电阻默认我们选阻值较小的220欧姆的电阻。完成本次练习任务所需要的元器件主要包括面包板1块，安装了4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1个，跳线2根，220欧姆的线流电阻1个，5.1K 欧姆的线流电阻1个，相同规格的 LED 灯2个。下面就看老师根据电路图来搭建电路，完成2个 LED 灯和1个220欧姆线流电阻串接而成的串联电路。现在呢，我们就合上电池组的开关，2个 LED 灯都亮起来了。我们对比这2盏 LED 灯的亮度是否有差别呢？现在看来是没有差别的。接下来，我们将220欧姆的线流电阻更换为 5.1K 欧姆的线流电阻。我们就会发现，2盏灯的亮度虽然比之前暗了一些，但2盏灯本身之间的亮度并没有差别。这个练习的结果就验证了串联电路中经过不同元器件的电流本身是没有差别的。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基本电路中的另一种并联电路，它有如下特点：第一，电路中呢它有多条支路，而每条支路之间呢并列连接起来了。第二，每条支路呢它都可以设独立的开关来控制该条支路的连通或者断开。某条支路的断开呢，它不影响其他支路的连通状态。第三，并联的每条支路两端的电压呢完全相同。现在让我们进入本次课的第6个练习任务：并联电路点亮3盏 LED 灯。本次练习搭建的并联电路呢有2个要点：一，首先我们照着电路图来搭建并联电路，每盏 LED 灯
串接一个线流电阻后，形成一条支路。二、3条支路呢并列连接起来，形成并联电路。完成本次练习任务所需要的元器件主要包括面包板1块，安装了4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1个，跳线6根，1K 欧姆的线流电阻3个，10K 欧姆的线流电阻1个，相同规格的 LED 灯3个。下面看老师根据电路图来搭建电路。首先呢，每个 LED 灯和一个 1K 欧姆的线流电阻串接形成支路，然后3条支路呢跳线连接到电源轨上来形成并联电路。现在我们合上电池盒的开关，3盏 LED 灯都亮起来了。对比这3盏灯的亮度是否有差别呢？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差别，这是因为3条支路两端的电压完全相同，3条支路上的电阻也相同，所以功率完全一样，导致亮度没差别。现在我们将其中一条支路上的线流电阻由 1K 欧姆替换为 10K 欧姆。我们就会发现该支路上的 LED 灯明显就比另外2条支路上的 LED 灯要暗。支路的电阻越大，根据功率的计算公式，在相同电压下功率就会越小，导致了该条支路上的 LED 灯就越暗。最后再让我们来尝试去切断某条支路。我们拔去该条支路上的跳线后，就会发现该条支路上的 LED 灯不亮，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另外2条支路上的 LED 灯的亮起状态。本次课呢，我们学习了电路的基础知识，包括电压、电流、电阻的基本概念、欧姆定理的公式及变形、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最重要的是，我们掌握了电路最基础的测量、搭建等实践操作。好了，本次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课程内容感兴趣，请点击视频下方红色的订阅按钮，订阅后点击小铃铛，选择全部，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本频道所有的通知。离开前也别忘了点下赞，分享给你的同学或朋友。谢谢大家。